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最近我被安利了一本书，叫做《宫女谈网录》。这本书彻底刷新了我对奢侈这个词的认知。它出版于1992年，是一本口述历史，讲述者是一个13岁进宫的宫女，她在紫禁城中工作了8年，叫做容儿。容儿服侍的主子正是慈禧太后。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看看慈禧太后究竟有多奢侈。故事从一只袜子说起。容儿说，用老太后自己的话说，对鞋、袜子是一点儿也不能委屈。所以老太后的袜子必须是那种纯白色的软绸子，但是绸子是没有弹性的，这就需要工匠把袜子做得刚刚好合脚。这个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缝合，脚背上那条缝合线必须像脊梁一样的笔直，而且每一针都要像 3D 打印一样不松也不紧，这样才能刚刚好符合脚背的形状，否则袜子就容易在脚上滚来滚去，这是老太后绝对不能容忍的。缝合以后呢，问题又来了，老太后低头一看脚背上一条像蜈蚣一样的缝合线，这就闹心了，于是还要绣上花掩盖这条线。这样一来，一双袜子所花费的功夫就大得去了。但是无论袜子多么精致，老太后也只穿一次，绝对不穿第二次。宫里最能干的绣工也要7、8天才能绣一双，算下来一年要用3000多个绣工来专供老太后穿袜子，再加上采买原料、工匠的膳食、起居生活等等等等，光袜子一项，老太后一年就要花费1万多两银子。官房就是马桶。老太后最终死于腹泻，所以容儿当差的时候，老太后每天都要传官房，传好几次。容儿说，老太后的官房那可真正算得上一件国宝，要是现在可以拿到万国博览会上去展览。它是檀香木雕刻成的，整体是一只大壁虎，壁虎的4个爪子稳稳地抓住地面，这是官房的4条腿。壁虎的身上隐约有鳞片，肚子鼓鼓的，像憋足了劲儿一样，这正好是官房的肚子。尾巴卷起来成一个8字，正好被设计成了后把手。壁虎的头翘起来，2只眼睛注视着骑在上面的人，嘴微微的张开成一条缝，缝里正好衔着手指。壁虎的肚子里是细腻的香木屑，被处理的又松又软，这个松软程度了必须保证，方便出来的东西一旦碰到香木屑，就会立刻被包裹起来，根本看不见任何脏东西，也就更不会有什么难闻的气味了。要说到气味呢，容儿又补充了一个细节，老太后不喜欢熏香的味道，所以1年4季他们都要用新鲜的水果来熏香宫殿。宫殿里常年放着几口大缸，一缸能装几10斤水果，少说1年也要用掉几万斤水果。说完了细节，我们再来看看排场上的奢侈。大年初一的晚宴叫做4金刚500罗汉，这是老太后1年中最排场的一顿饭。宫女太监们要在宫中摆上3桌同样的菜，分别叫做天地人。天一桌摆在最东边，地一桌摆在最西边，人一桌摆在正当中。老太后就坐在中间这一桌，这表示除去天地以外，老太后是唯一独尊的人物。然后4金刚进来给老太后请安，这4位都是先朝有功的太监。有道光皇帝的书童、咸丰皇帝的贴身太监等等等等，他们平时是不当差的，全部供养起来。他们4个人进来跪安站堂，代表着老太后是正派，一脉相传。上菜的太监们从宫门外的门槛开始，按品级排成一排，要一直排到寿膳房的门槛为止，不多不少要正好500人。他们前面每隔5步一盏灯笼，像火龙一样直通寿膳房。这就叫做4金刚500罗汉。事后西天太后、老佛爷欢宴瑶池。这500太监是从几万名太监中精选出来的，一过腊八节就开始训练，不许出一点差错，每天就练传菜托盘，每个太监练1天就要废掉2匹白布。但是宫里办事只求排场，丝毫不在钱力物力上打算盘。老太后坐下后，4金刚请安，门外500罗汉也要齐声高呼老佛爷万寿无疆。接着外面的万字头鞭炮开始燃放，整个晚宴期间不许停歇，除了鞭炮还要加上响堂里的鞭子声，抽得啪啪作响，可不是胡乱的去抽，这些鞭子的声音还得有节奏。桌上的菜主要分为3类，第一是吉祥菜，什么寿比南山、吉祥如意、江山一统等等等等，这都是寿膳房的厨子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花样。第二是
贡品菜、熊掌、飞龙、梅花鹿、大龙虾、醉螃蟹等等等等，这都是各地供上来的奇珍美味。第三是例菜，虽然很普通，但都是万里挑一的极品食材。最后一道菜最隆重，李莲英和其他的太监们双膝跪下，把这道菜举过头顶，皇帝要亲自将菜送到老太后的面前。这是一盘煮冻饺子，是老祖宗在入关前过年才吃得上的美食，这表示吃饭不忘祖先。我们再来看看老太后日常吃饭是什么样的。蓉儿说，宫里的早餐还保留着东北人的习惯，喝茶时要兑奶，叫做奶茶。老太后喜欢喝人奶和牛奶，奶茶都是储秀宫的小灶供应的。同时寿膳房还要送来各种粥，比如稻米粥，就这一种又分玉田红稻米、江南香糯米、淮南薏仁米，这些加起来一共20多样。另外还有几十样早点，比如八珍粥、鸡丝粥、麻酱烧饼、酥油烧饼、白马蹄、卤鹅肝、卤鸡脯等等等等。蓉儿接着说，老太后爱吃什么，恐怕谁也不知道，不但外人不知道，连伺候她的厨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不让你知道，不许你知道。谁要敢乱吹老太后喜欢吃什么菜，爱吃什么点心，脑袋是要搬家的。宫里绝对不允许谈论这些，宫里但凡有什么小事都要往档案上记，但是皇上、太后爱吃什么是绝对不写的。如此一来，宫中就形成了一个规矩，那就是老太后绝对不会说我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让厨子们照单去做，而是每餐必须摆上120多道菜，供老太后随意挑选。今天爱吃这个，明天也许就爱吃那个，根本不让其他人猜透她一定要吃某个菜。老太后也故意这样做，这叫做天意难测，让谁也摸不准老太后的脾气。祖宗还传下来一个规矩，叫做吃菜不许过3勺，也就是说一道菜绝对不吃第4口，这都是因为怕菜里有毒，也给投毒增加难度。用餐的碗碟都是银制的，据说菜里要是有毒，银就会变黑。寿膳房的管理也特别的严格，哪一道菜是哪个人洗的，哪个人配的，哪个人炒的，都清清楚楚的记录着，将来怪罪下来谁都逃不掉。接着我们来看一幅画，这是1905年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花了9个月的时间为老太后创作的一幅油画。老太后非常中意这幅画，后来这幅画被老太后送给了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画中的慈禧已经70岁了，还有3年她就将去世。这个时候慈禧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陵墓，她还要将奢侈带到自己的墓穴当中。我们继续看。1908年老太后下葬，过了没几年，民间就开始流传一本笔记，叫做《爱月轩笔记》。笔记中记载，慈禧在入关前，官邸先铺上金丝宝石的被子，被子上镶着12604颗大珍珠，85颗红蓝宝石，2块祖母绿，203块翠玺白玉，再加上一条绣满荷花的丝绸被子，上面镶着5分重的珍珠2400颗，再上面是一层绣满2分重珍珠的薄被，头部是一个碗口大的翡翠荷叶，脚下是一个面盆大的碧玺莲花，再加上2个分别价值500万两的翡翠西瓜，等等等等，各种奇珍异宝数不胜数。笔记中还说，为了固定躯体，棺材中所有的缝隙在最后下葬前都被用珍珠宝石填满。仅仅慈禧棺材中的宝藏，在当时价值就超过了5000万两白银。这本笔记的作者是李莲英的干儿子李成武。李成武说，这是根据干爹李莲英的口述记录下来的，而李莲英则是参与整个慈禧太后下葬过程的关键人物。当时已经是民国，根据民国得到的内务府档案、清廷宝库中和下葬记录中根本没有笔记中记载的这些宝物，所以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李莲英和李成武在瞎吹牛，不值得相信。但是很快有一个人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月轩笔记》的真实性了。时间来到1928年，慈禧太后下葬20年以后，时任国民革命军12军的军长孙殿英用炸药炸开了慈禧太后的陵墓。进入墓室以后，士兵们劈开了外椁，敲开了内棺，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棺材里的珠宝闪烁着的冷光一下子盖过了士兵们火把和手电筒的光芒。慈禧墓被洗劫一空。不久以后，陆续有宝物出现在市面上，这当中就包括一顶凤冠，冠上有一颗4两重鹅蛋大小的东珠，
东珠就是指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特产的珍珠，当时价值1000万两白银。据说2010年的时候，这颗东珠曾经在拍卖会上出现过，以1.34亿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9.5亿。还有一只慈禧手持的玉莲花，当时估值200万两白银。另外还有慈禧身体左侧的玉莲花，外加3节白玉石藕，上面有天然的灰色污浊，藕节处长出了绿色的荷叶，荷叶上又开出了粉色的荷花。身体的右侧有一只玉雕红珊瑚树，树枝上还有一只翡翠小鸟。在身体和所有宝物的最上面盖着一条陀罗尼金被，用捻金丝织成。为了增加柔韧度，其中还混入了数千头藏羚羊的羊绒。被子的纺织方式采用了最精湛的缂丝绣的工艺，这个工艺仅用来绣龙袍和陀罗尼金被。这条被子一共被绣了10层，上面绣满了17800字的陀罗尼金经文和各种佛教图案。现代的专家估算过，这条被子需要10个顶尖的绣工花10年的时间绣完。被子的表面还镶满了820颗珍珠，珍珠上面还有一层用6000颗珍珠串成的网被。孙殿英的士兵彻底洗劫了墓穴，却因为没文化不识货，扔下了这条破被子，只是把上面的珍珠全部取走了。后来专家说，这条被子可能才是所有陪葬品中价值最高的一件。今天这条陀罗尼金被还偶尔会出现在博物馆中，上面这也只是市面上出现过的宝物。当时的棺材中还有哪些宝物？这当中最顶级的宝物又是什么？可能只有孙殿英自己知道。比如那颗含在慈禧口中的夜明珠。孙殿英说，当时从慈禧口中掏出了2瓣珠子，看上去都是普通的宝石，但是将2瓣珠子合到一起的时候，它会立刻变成一颗夜明珠。珠子发出来的光芒可以照亮10步以内的范围，这个范围内可以看清一根头发丝大小的细物。孙殿英还说，后来自己将这颗夜明珠送给了蒋夫人，也就是宋美龄，但这颗夜明珠从来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后来学者统计过，老太后在世的时候，一天的生活费大概是4万两白银，而被日本买走的那艘吉野号350万两，本来是英国为大清国定制的军舰，但后来因为朝廷迟迟批不下来银子，才被英国人转卖给日本。再后来，吉野号成了甲午海战中日军的主力军舰。老太后60岁的时候过生日，花了1000万两银子，修颐和园花了3000万两银子，而组建整个北洋水师也差不多只花了1000万两银子。对于慈禧老太后的奢侈，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这种奢侈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她的奢侈是以整个大清国为代价的，大清国才是她真正的陪葬品。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么深奥的历史问题。回到慈禧太后的故事，孙殿英7月11日炸开坟墓，到了8月，居住在天津的退位皇帝溥仪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原来孙殿英不仅炸开了慈禧墓，还炸开了乾隆墓和康熙墓。这个时候19岁的溥仪亲手画了一幅画，其中的愤怒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慈禧的尸体被抛弃了40多天以后，一个叫做爱新觉罗宝熙的皇族成员来到东陵，为太后收尸，重新安葬。宝熙在他的日记中说，慈禧的玉体还在，被扔在了墓穴的角落里，脸朝下，头发散乱，浑身长满了白毛，面色奇白，2只眼睛塌陷得像2个黑洞一样，嘴唇也被撕破了，身上的衣服被扒光，下半身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只袜子。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从一只袜子开始到一只袜子结束，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最后夫人说，戒骄戒奢，居安思危，我觉得大年初一的那碗煮冻饺子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